托尼是一名现役警察，过去的30多年里，他几乎实现了所有想法，但最后却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付出了生命代价。案发后，警方虽然很快明确了调查方向，但由于牵扯的嫌疑人较多，案件的进展并不顺利。最后经过各种努力，一个不起眼的线索终于被发现，背后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。该市位于田纳西州西南部，靠近密西西比河沿岸，人口大约63万，是田纳西州人口第2大城市谢尔比县的县治。主人公托尼出生于1969年1月30日，他成长在孟菲斯市一个收入较低的家庭。尽管出身贫寒，但托尼发展的一直比较顺利。他在18岁左右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，退伍后又在孟菲斯市获得了一份待遇不错的警察工作。过去的这些年里，托尼基本没有遇到挫折，为人也十分自信。这种自信不仅表现在工作中，同样也在社交方面深有体现。根据朋友描述，托尼是个风趣幽默、极具人格魅力的男性。他身高6英尺1英寸，身材健硕，穿着考究，所以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。退伍后的10几年里，托尼先后经历了3次婚姻，并生育了2男1女3个孩子。虽然离婚通常会产生一系列问题，但托尼总能与前妻达成和解，历任妻子都对他评价很高，即便已经离婚，他们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。除此之外，托尼还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父亲。他从不缺席孩子们的活动，而且还在2003年主动将大儿子多米尼克接到了自己身边。因为当时多米尼克即将步入青春期，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托尼作为父亲自认为可以更好地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所以不论是家庭还是事业，托尼都处理得游刃有余，很难让人找出不足的地方。然而尽管如此，托尼也不是没有缺点。正如前面所说，托尼从不缺乏追求者，所以他的私生活有些不太检点，更加直白地说，就是感情泛滥，处处留情。据同事透露，托尼会抓住一切机会结交各种异性，他的伴侣包括但不限于购物时遇到的售货员，还有健身时遇到的健身教练，甚至在工作中，托尼也不会放弃寻找伴侣的机会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工作指的不是警察工作，而是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的另一份工作。大约在2005年，托尼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在当地一处公寓找了一份安保方面的兼职工作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托尼认识了最后一任女友莫尼克。莫尼克生于1969年，她与托尼一样都是执法人员，并且也都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婚姻。之所以说莫尼克是托尼最后一任女朋友，主要是2人在交往之初就已经明确了要以结婚为目的，而莫尼克也深信这一点。然而殊不知，托尼并未向莫尼克袒露自己的真实情况，实际上他还保留了一些秘密，也正是这些秘密后来引发了问题，最终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2006年9月4日，这天是美国的劳动节，也是托尼2天假期的第1天。原本这天他应该先去做兼职工作，然后下班后再带着儿子多米尼克参加家庭聚会，但直到第2天，多米尼克也没有等到托尼回家。由于一直联系不上父亲，12岁的多米尼克便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只是简单了解了托尼没有去做兼职工作，但并未展开调查，因为他是成年人，当时的情况还没有达到立案标准。直到1天过后，托尼仍然没有出现，警方这才正式介入处理。调查的第一步，他们首先询问了托尼的女朋友莫尼克。根据莫尼克所说，他和托尼平时住在不同的地方，2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约会结束的第2天，也就是9月4号的早上。由于这天是节假日，他们都有各自的安排，所以自从分开后，2人便没再联系。接下来的一整天，莫尼克一直与儿子唐纳德在一起，他们去过超市，还去了电影院，直到这天傍晚，莫尼克才听说了托尼失踪的消息。警方核实了莫尼克的说法，没有发现明显问题，
于是他们又询问了托尼最近的状况以及是否与人发生过冲突。莫尼克表示，托尼平时是一名警察，休班时又是兼职保安，所以这2份职业常常让他处在危险的环境中，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麻烦。大约在事发2周前，托尼在执行安保工作时曾与一名男子发生过争执，起因是那名男子试图闯入托尼管理的公寓，遭到拒绝后又在门口一直大喊大叫，这引起了托尼的不满。作为公寓的保安，托尼采取了强硬的方式呵斥男子赶紧离开，但那名男子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自称是某个帮派的成员，并撂下狠话说要报复托尼，因此莫尼克认为那名男子可能与托尼的失踪有关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，在公寓管理人员的帮助下，当天下午他们就找到了那名可疑男子。该名男子表示，他在2周前确实与托尼发生过冲突，不过事后托尼向他表达了歉意，并且他也原谅了托尼的鲁莽行为，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了结，与本案没有关系。警方核实了男子的说法，确信他没有撒谎。事发期间，该名男子正和女友在一起，不具备作案时间。这条线索中断后，警方又前往了托尼的住所寻找其他线索。经过仔细检查，警方并未发现犯罪迹象，唯一比较可疑的是托尼的床铺比较凌乱，不太符合他作为退伍军人的习惯。此外，警方还在后院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些人为损坏的衣服，这些衣服全部来自失踪的托尼，而且损坏的部位也都出奇的一致，看上去像是情侣之间争吵后产生的结果。根据现有情况，警方认为托尼应该惹怒了某位女性，而这名被激怒的女性很有可能就与他的失踪有关。这项重要发现彻底改变了案件走向，于是警方将重点放在了托尼的伴侣上。第一个引起怀疑的仍然是托尼的现任女友莫尼克，不过还有另一个更加符合特征的嫌犯，那就是托尼的第3任妻子拉贾。根据知情者透露，托尼实际上是一名已婚人士，他只有过2次离婚，目前与第3任妻子拉贾仍然是夫妻关系。这表明，如果托尼想要迎娶莫尼克，必然要先与拉贾离婚，而离婚就会产生一定的纠纷，所以警方认为拉贾更具有作案嫌疑，于是他们首先对拉贾进行了询问。根据拉贾所说，尽管托尼在法律上是她的丈夫，但2人的婚姻已经不复存在，目前属于分居状态。至于其中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拉贾需要长期到外地工作，而另一方面则与托尼喜欢沾花惹草的性格有关。拉贾是个十分有修养的女性，她不想因为这些事情陷入无休止的争吵，所以在结婚3个月后，拉贾就定居到了其他城市，从此不再过问托尼的生活。拉贾的说法很快得到确认，因为他在国土安全部门工作，事发期间正在千里之外的拉斯维加斯，显然不具备作案时间。于是警方又询问了下一位嫌犯，托尼的女友莫尼克。莫尼克承认一开始确实受到了托尼的欺骗，也表示当时他感到非常愤怒。不过后来2人达成了和解，托尼向莫尼克承诺会妥善处理好上一段关系，所以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问题。警方不太确定莫尼克的说法，但又无从核实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继续调查。接下来警方申请搜查令，调取了托尼的手机通讯记录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发现了大量女性的联系方式，其中一名叫金伯利的女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根据短信记录，9月4号的早上，也就是托尼失踪之前，金伯利曾询问过托尼要不要一起外出跑步。虽然这条短信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由于发送的时间太过巧合，警方怀疑可能与托尼的失踪有关，于是他们立即对金伯利进行了询问。金伯利表示，他与托尼属于各取所需的伴侣关系，而那条短信实际上就是他们准备约会的暗号。不过2人在事发那天没有约会成功。大约在短信发送后的10几分钟，金伯利接到了托尼手机打来的电话，但来电者不是托尼，而是托尼的女朋友莫尼克。当时莫尼克情绪非常激动，一直在不停质问金伯利和托尼是什么关系。当金伯利做出解释后，莫尼克又开始破口大骂，说了很多难以形容的话。由于辱骂的过于难听，金伯利便准备结束通话，但也就在这时，
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托尼的声音，他听上去非常着急，像是准备从莫尼克手里夺回手机的样子。之后不久，金伯利又听到了两人的争吵声，然后这通电话很快中断。金伯利不清楚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金伯利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因为莫尼克之前从未提及这件事情，故意隐瞒很可能另有目的。经过进一步调查，警方果然又发现了更多问题。大约在案发4个月前，莫尼克曾与托尼爆发过冲突，当时托尼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提交了一份财务受损清单。根据当时的报案笔录，莫尼克出于报复，故意损坏了托尼的汽车和家中的电子设备，更为重要的是还剪坏了托尼的很多衣服。虽然托尼事后没有继续追究莫尼克的责任，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两人的关系极其不稳定，于是警方再次对他进行了询问。一开始莫尼克仍然坚持与本案无关，直到警方出示了金伯利的证词，莫尼克这才放弃抵抗，承认了犯罪。根据莫尼克的说法，托尼从没有认真对待两人的感情，他整日谎话连篇，私生活也非常混乱，所以自从交往后，他们之间爆发过很多次冲突。第一次发生在两人交往的第3个月，莫尼克因为听说了托尼已婚的身份，所以和他大吵了一架。不过后来由于托尼做出保证，表示会妥善处理好上一段关系，于是莫尼克原谅了托尼。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事发的4个月前，也就是托尼报警的那次。起因是莫尼克无意间发现了托尼出轨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。由于之前已经受到过托尼的欺骗，莫尼克实在难以忍受，所以出于泄愤的想法，莫尼克才破坏了托尼的汽车和衣服。原本莫尼克这次已经决定要与托尼分手，但没想到他故意损坏财物的行为让托尼抓住了把柄。托尼以此为要挟，不许莫尼克离开，否则就会通过法律手段让他付出代价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莫尼克别无选择，只能再次原谅了托尼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莫尼克和托尼一直相安无事，没有再发生太大的冲突。但没想到不久后的一条短信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。 I was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ready to go home. His phone started vibrating and I picked it up and that was a text message. And it said, "Good morning, baby." I went to that text message and pushed send and it called that person that sent the text. She was like, "Hey, baby." And I was like, "No, this isn't baby, this baby's girlfriend." 事发那天早上，莫尼克在准备回家时，无意间发现了金伯利发给托尼的短信，这引起了他的怀疑。因为托尼之前有过出轨行为，而且这条短信看上去也有些暧昧，于是为了搞清楚两人的关系，莫尼克趁着托尼不注意，偷偷拿走了他的手机。大约过了10几分钟后，莫尼克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并在车库拨打了金伯利的电话。然而也就在这时，莫尼克突然从汽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了托尼的身影。由于这通电话刚刚进行不久，莫尼克还没有发泄完内心的愤怒，所以他没有理会托尼，直接锁上车门，继续辱骂了金伯利。在此期间，托尼一直在车外大声喊叫，愤怒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。眼看他即将破窗而入，莫尼克不得不打开车门。也就在这时，托尼二话不说，直接夺过手机，强行将莫尼克拖到了车外。原本莫尼克还想与托尼理论一番，但当时的情况已经失去控制。托尼像发疯了一样，挥起拳头快速冲了过来。当他准备要殴打莫尼克时，莫尼克出于反击，开枪打死了托尼。事发后，莫尼克曾考虑过报警，但又害怕承担责任，于是思来想去，最终决定处理掉尸体。由于托尼身材高大，莫尼克一个人很难完成搬运，于是他找来了正在家里打游戏的儿子16岁的唐纳德。在唐纳德的帮助下，莫尼克将尸体放进了托尼汽车的后备箱，然后将这辆车停在了一处废弃的公寓停车场。警方对莫尼克的说法仍然有些怀疑，不过当务之急，他们需要先找到托尼的尸体，所以警方没有过多质问莫尼克，而是假装认同，让他交代了抛尸地点。事后警方根据莫尼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托尼的汽车，果不其然，汽车的后备箱里装着一具男性的尸体。
虽然这具尸体已经在高温天气的作用下无法辨识身份，但作为托尼的同事，警方一眼就认出了尸体是失踪的托尼。于是在将尸体送去尸检的同时，警方开始着手核实莫尼克的说法。为此，他们找到了莫尼克的儿子唐纳德。根据唐纳德所说，事发那天早上，莫尼克与托尼确实发生了争吵，但最后的枪击发生地点不是在车库，而是在莫尼克的卧室。此外，唐纳德还提到，莫尼克在开枪射击托尼时不小心射中了浴室门，为此他又到建筑工地偷了一扇新的门，将旧门替换，目的是为了避免被警方发现卧室曾发生过枪击。警方核实了唐纳德的说法，搜查了莫尼克的公寓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家的浴室门颜色无法匹配，一眼就能看出其中一扇是刚刚被替换的新门。很明显，莫尼克隐瞒了部分真相，而他自称的自卫反击也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责任。于是为了验证这一点，警方再次审问了莫尼克。这次莫尼克改变了说辞，表示枪击地点确实是在卧室，而不是车库，因为当时他没有携带武器，只能逃到卧室躲避。然而没想到托尼并未停止追击，很快跟着来到了卧室。当莫尼克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时，他从壁橱拿出手枪，被迫进行了反击。至于一开始没有讲述实情的原因，主要是唐纳德当时就在卧室隔壁，莫尼克担心警方得知后会怀疑唐纳德参与，所以为了避免过多将儿子牵扯其中，莫尼克故意隐瞒了这部分真相。警方对莫尼克的解释仍然有些怀疑，因为他在案发后表现得十分冷静，甚至还带着儿子看了一场喜剧电影，这种表现明显不符合刚刚受到惊吓后应该有的样子。经过进一步调查，警方很快找到了反驳莫尼克的证据。根据尸检结果，托尼一共遭遇了6次枪击，其中最致命的一枪在他的后脑，其弹道轨迹呈现自上而下的特征，也就是说要在托尼的头部上方开枪才能形成这样的伤口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莫尼克比托尼矮小，正常射击姿势无法形成这样的弹道轨迹，因此可以推断托尼是在倒地后遭遇了致命一击，也就说明莫尼克的目的不是为了制服托尼，而是要将他杀死。结合这些发现，警方认为莫尼克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报复。由于托尼一开始欺骗了莫尼克，而且在交往期间又频繁出轨，这导致莫尼克积攒了大量怨恨，所以当看到金伯利发给托尼的暧昧短信后，莫尼克彻底爆发，从而借着吵架的机会杀死了托尼。2008年2月12日，托尼遇害近2年后，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。在开庭陈述中，检方将莫尼克描述为是个缺乏安全感、报复心很强的女性。他们主张莫尼克因为不满托尼出轨，从而犯下了这起谋杀。而辩方则攻击了托尼的私生活，以此证明他对女性极不尊重。此外，莫尼克还讲述了之前遭到虐待的经历，并且也找了证人证实自己的说法。总之，他们的论点是莫尼克并非有意杀死了托尼，而是出于自卫之举。陪审团参考了检辩双方的证据，并在3天后做出决定。依据陪审团的建议，莫尼克仅被判处过失杀人罪，获刑4年监禁。不过，鉴于在审判之前，莫尼克已经服刑了近2年时间，因此他不需要再继续服刑。判决生效的当天，莫尼克便恢复了自由身。至于莫尼克的儿子唐纳德，由于年龄原因且犯罪情节较轻，他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惩罚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